那我们这边来清点一下，就是你在加盟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人事物的这个法律关系哦。你一定会有一个加盟总部，才会有所谓的加盟关系嘛，所以你一定会有一个总部在比如说黄色左上角就有写一个加盟总部。那你加盟总部一定是内部有去运转过，发现说这个获利是可以预期的，然后这是会赚钱的。那这样就有一个问题我会赚钱，我干嘛给别人赚？我就自己默默赚就好啦，我可以自己展很多店嘛。那所以当我会找一些比较不熟的人，或者是另外成立公司去做加盟拓展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需求嘛。比如说我可能是资金不够，那我当然是可以去找所谓的股东，就是金主入资，然后大家就全部都开直营店去做。那我什么时候会有加盟的诱因当然就是你鞭长莫及，你再去做一些食品业、餐饮业经销的时候，它可能是趁着流行起来，然后它一开始的品牌声誉不错，也许有明星代言也许是有一些特别比较夯的一些主题刚好上来。那你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扩张那么多的店，其实会有一定的风险。那我这个风险该怎么承担呢？除了刚刚讲的有愿意投资的金主之外，我可以考虑把那么大的风险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就是分区去经营嘛。那我经营的话，我就可以去找所谓的加盟主，就是由加盟主来帮忙去做分担。那我也知道有些加盟总部，当他很缺钱、很缺现金的时候，他对于加盟主的要求就会比较低，他可能不会很要求要有一定的合格率，就是你愿意来，然后愿意缴钱，那当然都好。可是你要退的时候，如果你一开始没有搞清楚这个所谓加盟合约怎么样退场机制，或是一些资讯的揭露不完整的话，你可能你的那个钱或者是批来一堆货就会卡在那里你可能就会加盟主就容易倒闭。那这也是公平法要介入的总部跟加盟主之间的合约纠纷，所以他有要求说，你之所以会愿意当总部，你本身有一定比较高、比较强的经济实力。那你有比较强的经济实力的话，你通常可以找到比较好的律师外部顾问去整理这整个流程。那你有没有好好的跟加盟主宣导这些事情？虽然都是 B to B 啦，就是预设是 B to B 啦，可是因为资讯的不对称，也不能够太过夸张。不然就是会有衍生后续的，比如说资讯不公开的诈欺、误会的诈欺，或者是被倒货的风险嘛。就算不是诈欺，借贷倒货风险也是很严重的，就是人一多的时候就会严重。所以公平会就是在这边会去做一些合约加盟关系上面那个合约上面的调和。所以公平会的那个主管机关，它其实主要是针对合约的内容。那各位知道那个公平会它怎么样去盯上某些总部的合约有没有就是完整吗？就是所谓的加盟展就是当你是总部的时候，你可能要评估一下有没有需要参加加盟展因为如果你本身卖得够好的时候，别人就会捧着现金来要做小资创业嘛，就是我本身是想要做一笔生意，我不想要直接受雇，然后时间自由，也许也考虑到接送小孩，就是各种需求啦。那我又没有那么大的那个才情可以去想象一个全新的事业体，因为创业其实它有分那个质跟量嘛，有的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大家都有需求，那我做这个是不会饿死。可是你说会不会赚得到钱呢？因为大家都会跟你做类似的产业，你会有所谓的竞争者。那如果你只是看到我们这一区有，比如说这一区可能没有便利商店，那我开是基本上是 OK 的，因为有一些人口数是支撑得起来的。那你是在地人，你可能比较熟悉这个情境，那你当然是可以去做。可是它的创新程度毕竟不像是你去开展一个全新的事业体，比如说像特斯拉，你要开展电动车。它以前的那种汽车的这种销售管道都是走所谓的油车的这个体系的话，你电动车是非常辛苦的，你要从一些相关的那个基础开始打起，所以这种质跟量的差异就会导致你选择创业的方式会不同。那加盟主是一个风险
在主题上面的创业风险是比较低，可是你面临的风险反而是你跟总部的这个合约关系的风险，那是另外一块。但是这一块是还可以透过一些外部顾问去了解啦，因为它的那个本身服务的那个特色的那种价值，大部分律师都还能够理解，所以在做合约审阅的时候，比较能够去判断这个条约合不合理，会不会过度那个偏颇加盟总部。好，所以这是后面会再讲的。那除了这一块之外啊，你有没有发现说为什么我会特别放一个股东跟一个借贷啊？那是因为现实中啊，有的时候加盟总部它在扩张的时候，它没有一般的投资金主的话，它可能会有钱就借嘛，那基本上都是先跟银行借嘛。那银行各位也知道，就是说利率可能如果你可以跟银行借，当然你有无息的，但是先跟无息的借嘛，然后无息的借没有了才开这跟银行借嘛。那银行再怎么少1%多到8%我都有看过，就是你如果贷款的状态你已经有借很多钱了，当然是利率就会变高嘛，因为它怕会收不回来，所以它的利率会变高。那如果你银行也开始不愿意借你了，那你开始会去往哪里找？当然就是你周围总部认识的，比如说加盟主，我先跟你多收一些钱来，反正你后面会跟我批货嘛，你的合约还要5年嘛，那你就跟你预收款，然后我后面货扣款，那我就可以处理我的金流，让你也有货嘛，你可以拿到比较便宜的货嘛，那大家就这样讲定。所以有的时候并不是只有预付款的问题，因为预付款的话可能就会像是左下角这个借贷的关系。那有的时候会干脆就说，我们总部这边的股权我这边还很多，你要不要买？你要不要买？那如果你买的话，我们将来开会就可以除了一般的加盟关系之外，你可以进来我们的董事会啊，或是你可以参加我们的股东会啊。那你对我们加盟总部的一些政策条款，你就有一些智慧的余地嘛。那你可以订定一个对你有利的条款或是方针，那你将来做某地的加盟主的时候，你的加盟契约的这个实践上面，总部对你也不会那么硬嘛，毕竟你的总部的负责人是加盟总部的其中一席董事或是监察人，就有人会接受这种互相制衡关系的时候，那你总部的这个法律关系其实就会越来越复杂，你就不是单纯的原本的加盟契约，而是同时涉及的你的股东入股投资的协议。那我之所以会讲到这个，是因为有一些公司到演进到后来的时候，就开始会有出现这一些问题啦。那当然也不见得一定都会，那我就是先把它列出来。那我们提到这些加盟的过程，其实大部分都还是会面对消费者去做一些to C 的这个整体的销售，可能是共同营销。据我了解，加盟大部分都是比较偏向是 to C， 最后都是 for to C 的那个商品或服务居多啦，因为它要给消费者建立一些所谓的品牌形象。但是所谓的这种消费者的话，就是它是成因也是败因。你一开始会想要加盟，可能是因为消费者都靠过来这个品牌，所以你会觉得好卖好推。可是要是后来消费者风向改了，比如说总部讲了一些不当的发言，或者是负责人，或者是总部是在台湾设立，但是他将来去大陆设厂，然后就去大陆继续做加盟的时候，可能大陆会被迫要求他们去讲一些两岸的言论。那你两岸的言论就会变成像在押宝啊。你开在台湾的话，你是台湾的加盟主，当然会希望他讲护台湾的言论嘛，因为你的卖爱国的那个爱国手摇饮就会卖的比较好嘛。但是你如果是加盟的大陆的那一边的加盟主，你就会愁眉苦脸嘛，因为就没有人跟你买。那这种言论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些解约啊，或是终止的事由，就是你一开始可能就要纳入考虑的。可是我几乎可以跟你说，总部是不太可能会放这个东西进去啊。所以如果加盟总部的个人特色太强的时候，可能也要注意一下，就是消费者可能会因为他的个人特色而喜欢他，但是也有可能会因为这个原因而背弃他。那这个会是你加盟主的经营风险，因为你的加盟合约理论上是不容易会有这一种抽象的终止条款而且我如果是当加盟总部的
顾问，我也不太可能会让这种任意终止的条款出现。那你可能就要再去找其他的终止条款。那比较有可能是所谓的主管机关的裁罚，比如说你如果是卖手摇饮啊，或者是卖一些食品相关的，最怕的就是被主管机关稽核，然后稽核发现说你这个里面可能有一些农药残留啊，或者是你在查厂的时候发现说你们是做食品的，为什么工厂那个生产工厂有蟑螂，厨房有蟑螂怎么不接？那这个新闻爆出来之后，这一种就比较有几率，比较高的合理性是可以加盟主去主张终止的啦。当然终止之后有一些货物退还等等的关系，如果之后你一家去终止的话，你就要跟加盟总部对抗比较辛苦。可是有时候加盟总部也很怕这些加盟主全部都就是组织在一起，很像是一个协会一样去对抗加盟总部，因为毕竟还是团结力量大嘛。他不怕你一家，他如果有10几家的加盟店，他不怕你一家终止嘛，他会找人去补就好了。可是如果你10几家同时吵着要跟他终止，然后资讯互通的话，加盟总部有可能会真的受不了，而愿意做一些条件上的妥协。只是这种机缘，就是要有赖于加盟主本身的默契要够强，因为有时候那些加盟主的之间可能也有保持着一些所谓的竞争关系，他可能也同时也是股东或者董事。那如果同时我是股东又是董事的话，我一定会，虽然我是加盟主，我在某个程度上也还是会护着总部嘛，因为要是总部真的是垮了，那我的股东的投资是不是也就跟着失利了？这一块也会被纳入考量。所以现实中加盟可能会发生的法律关系，虽然我列出来这6个，可是因为你们就是实际上加盟的时候，这些都勾缠在一起的时候，你那些合约哪个要先解，哪个要再去做一些第二备案，就会变得复杂许多。好，那我这边先提示到这边。那有些人会问到说，这个加盟的形态啊，目前在那个实务上面是有去做一些比较松散的加盟跟比较紧密的加盟啦。那最左边那个直营加盟，其实我觉得其实也不算是加盟，因为它已经是总公司在直接设一个分公司，它就是真的就是直营的啦。它不是单独设一个真正，除非它是设成一个子公司，然后再去做加盟。那我想它有可能是将来要去把经营权去做一些在地的经营权去做一些切割。比如说我先设一个子公司，然后100%子公司现在某地方设一个店面，那经营之后你就会有个别的那个财务报表跟一些相关的资料，还有客户营收嘛。那你就直接在地，如果有人想要去做一些小资创业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相关的这个股权就是卖断，或是用顶让的方式，就是合约可以用很多很自由的规划嘛。我可以原地的店面直接做顶让嘛，就是一些资产可能是冰箱啊，那个烹调用具啊，还有一些可能课桌那个餐桌椅啊，直接去做顶让嘛，然后换牌啦。这个是比较松散的那个顶让的情况啦。但是如果你是越紧密的委托加盟、特许加盟的话，你其实里面的一些风格要让外面的人、消费者觉得你是来同一个体系的店，来同一个体系的店。那同一个体系的店就是你可以确保你接受的服务品质跟商品的品质不会落差太大嘛。虽然我之前都很好奇，就是说我吃到的那种炸鸡，就是素食店的炸鸡，为什么不同的店吃到有些好像比较柴，有些比较干一点，可是它的胡椒粉好歹会是差不多的，就是有的时候是我也不知道是烹调者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可是它还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啦。所以有时候吃一些锅贴店啊，或者是一些手摇饮啊，你大概都可以预期说，虽然是不同的店、不同的人，那应该是风味不会差的太夸张。那所以这个连锁加盟形态其实就是在讲一些资产配置跟授权的强弱的这个关系。那如果你真的要问我一些哪一种比较好，其实我最后还是看合约内容，因为你说越紧密不好吗？可是越紧密，如果你的获利高，
也没有不好啊，就是你赚的多，这些都蛮好。那如果越紧密但是赚的钱低，那我就会说，那你这个条款是没有办法遵守，你很容易亏钱，你有办法 cover 吗？比如说24小时的话，意味着你要么就是自己轮班，不然就是你要找家人扛，再找不到就是你要去外面在少子化的情况下，你要去找到工读生愿意去顶。那你也看到像是三道猴子的那种排班，就是有的时候他真的翘班了怎么办？就是如果是家人的话，你可能还会熟悉他的品格品性，可是对一个陌生人来讲，你自己不太喜欢排的夜班，然后找了别人排，那他如果真的在那边睡觉了，或者是有这些东西被偷走了，你还要去稽核，那个加起来的时间好像不会比你自己顾还要少。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会有一些信任的问题啦，那也就是因为有一些其他的法规的问题，所以加盟总部才会把一些在地的经营权适当的把它释放出去，才有办法去推它其他的商业策略。比如说它可以透过一些像物流的那个部分，再去经营一些新的业务嘛，因为比如说就像便利商店一样。早期是没有那么多这个寄送货那么方便的业务嘛，那它也是加盟店发展到一个物联网的物品的那个联络网的时候，才有办法去做这一块的更进一步的业务嘛，甚至是一些罚单什么代缴都开始可以跟政府签约，所以也许总部的它的经营策略跟所谓加盟主的那个经营策略那个高度会有一些差异。那如果你能够很清楚知道总部的内部讯息的话，你比较有助于你去做加盟主的这个布局，所以有些加盟主会想要加入内部成为股东跟董事，有的时候是为了知道总部下一步要干嘛。那我如果觉得这个是可行的，执行力是够强的，有些加盟主就会一家接一家的加盟，就是管他的就是2、3家都是把它这样就是把它收下来，然后再去做一些调整。那据我了解，像 Seven 它以前的那个品牌其实是像日本跟美国那边开始创的，那后来只是台湾的统一超商就是把它代理进来。那代理进来之后，当然它有它在地的经营策略，它也有可能会逐渐它去收购国际上面原本母公司的股份，在整体上面也会有跨国经营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像两岸布局在超商业的话，就是各有胜场嘛。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更远了。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个紧密到松散的这一个联动，就只是跟各位讲说，有很松的，就是只是大家一起联合批货，把货用共同采购的方式批进来，那你就可以跟大的供应商去谈一些比较优惠的价码，那你整个经营上面你就会有价格上面的优势。那有这个优势的话，你们在那个获利上面就会比较有一个保底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就是给各位做一个参考这样子。那我了解是有一些加盟总部会跟加盟主去做一些所谓的行销推广啦，因为有时候那种共同的行销是强制性的，那有些又不强制。然后虽然有一些大方向的品项在行销，但是有些细品项又不一定要定。所以我有时候看到那个因为我自己在买便利商店，我蛮喜欢吃冰的，我每次想要等某些冰品促销，但是它有促销就是没有卖，就是你去在地的那个便利商店看到说它有促销啊，但是它永远都没有那个货。所以这个经营当然是会有一些加盟店它会自己获利的诉求啦，那你可以决定你的那个范围到什么程度，就会是你会不会获利的一个可能性。那我这边就是在讲资产配置跟授权的部分，会影响到你加盟的松散或紧密，后面会再去讲一些我比较有印象的那个加盟契约。